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哦，川普现在看起来真的是赢面大增哦。那对于这个中美关系来说，也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后续的影响哦。首先来看看这个川普的效应啊，川普行情已经出现了哦。这个道琼啊，直接是大涨了280点。那当然支持他的这个马斯克，他的旗下 Tesla 也是狂飙了6%哦。那本来人家讲说，这个事件会不会这个影响到动荡，让造成这个美股的不安呢？结果没有，反而逆势大涨哦。那所谓的这个川普交易大张旗鼓的回归哦，道琼指数也创下历史新高，还有公债的殖利率也上扬哦。那这个川普遇刺事件反倒是让很多的股民信心大增哦，还希望这个川普能够重掌白宫。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川普胜率上升哦，那当然也提升了他一些相关的可能比方政策面向的石油生产商啊，跟这个民营监狱这些概念股，川普概念股也跟着齐扬。那这个人家讲说 Tesla 当然是这个久旱逢甘霖哦，因为这阵子在这个电动车之战上面一直处于下风，但是这次押宝押对了，押到了川普哦，也反映出来它的股价应该有望可以再更上一层楼，因为未来可能会有这个川普的政策支持哦。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报道，他说：“这个川普如果重返白宫的话，通膨可能会比拜登连任更严重啊。”人家就说：“这是不是因为你比较偏向民主党哦，所以就开始有一些负面的报道，就说：你这个。”通膨啊、赤字跟利率啊，应该都不会比拜登弄得来得好哦。那你之前在担任这一个期间呢，就是好像交出来的成绩单也不如拜登啊。那拜登呢，的确从他上任以来哦，道琼指数是上升了大概1万多点，就是上升的幅度大概有48%左右哦。那可是好像没有因着这个股市上涨而反映到大家对他的支持度哦，就美国人民还是不买单，可能并不是因为这一个股市的问题哦，可能有更多面向是让美国人民哦对于拜登的一个不信任哦，所以你看看他的支持度哦，认为拜登头脑敏捷可能是大家更在意的哦，只有24%认为拜登的头脑是敏捷的。那再来看一下川普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很矛盾的一个态势，就是其实一开始川普啊，这个照片我们印象都很深刻。2017年的时候，他访华，当时呢，他跟梅兰妮亚，去到了中国大陆那边，还站在这个故宫博物院前面，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这个夫人彭丽媛呢，一起拍下这个历史性的一幕哦。那晚间呢，他们还一起欣赏了京剧，都是非常难得的。大家讲说，感觉上面中美的交流哦，看起来露出了这个不一样的一个篇章哦。但是呢，是不是很快的这个好关系马上就没有了？还记得以前呢，就是本来这个习近平去到了美国访问的时候，那时候川普的外孙女还出来秀中文呢，他那时候还出来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说：“习爷爷您好，彭奶奶您好，大家好。”然后开场之后唱出了中国著名的歌谣《我们的田野》，瞬间抓住了全场的焦点哦。那时候大家觉得说，中美关系上了一个台阶，但是呢，说变就变哦。2017年的场景到了2018年，立刻开始打起了中美贸易战哦。这个川普就开始对于中国大陆哦，一波又一波的这一个制裁啊，一波又一波的觉得说，你好像威胁到我美国了，修昔底德陷阱不可以来威胁我美国啊，所以开始一波一波的制裁。那你看看这一阵子他在竞选途中哦，讲话也是非常的狂哦，比方说中国大陆如果攻台的话，我就炸北京作为回应，讲的也是非常的呛哦。那可是你看纽时的讲法是说，其实哦，川普对于中国大陆的强硬是表演，但是拜登则是来真的哦。我们看到这个是克鲁曼讲这个世界是平的这一位，他讲说，其实呢，比较一下这个川拜两人哦对华政策，川普他是好像有点作秀的性质，一个表演性质，就是我要挥下一个大棒，但最后都会有一个特例，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除外，好像并没有真实的限制，所以中国大陆很多网民也给他取了叫做川建国的绰号，但是拜登好像都是扎扎实实来真的哦，所以他说这两人的对比就在如此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印太，现在目前呢，中俄也是进行了第4次的海上联合巡航，从东海、西太平洋一直到南海，开始这个进行2021以来的第4次海上联合巡航。还有呢，
大陆的双尾蝎无人机也是绕台在飞那这感觉起来，这个美军近期也是轮调旗下的航母，原本驻守在印太的罗斯福航母呢，已经被调到了中东地区但是就在这个空档呢，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立刻就派出来这个双尾蝎穿越了这个台湾北边的宫古海峡，飞往了花东，甚至还绕台一圈返回也有一点这个示警一下美国的味道。那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赖老师，赖老师怎么看这个中美关系会因着川普的胜选，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局势？我觉得未来中美的关系有人会认为说，要不就是会继续再对抗4年。假设是川普胜选的话，那有一种论调是认为说，那么两边可能会脱钩，然后对抗会越来越激烈。可是我个人的推断中美之间可以交易了我觉得反而是会有更大的一个变化。因为对川普来说的话，他要不要跟大陆因为习近平很明显的一定是会继续连任下去，我估计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再到第4任我的推断我认为他应该会到第4任。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对川普来讲，他一定要思考的是，如果他选上这4年内，他跟中国大陆要继续这样子对抗下去，要斗下去吗？还是说我们可不可以交易？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次的共和党的党纲里面，把台湾的问题先拿掉。我就把台湾的问题先拿掉，等于是说给川普创造一个空间，就是他处理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先不把台湾就拉进来了，先把它放在一边。因为对大陆来讲，很明显的就是台湾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中的核心的问题。所以你美国跟台湾的问题没处理好，那其实跟台独的问题没处理好，严格上来讲，那中美的关系就很难走下去。而我觉得这次共和党的党纲特别把台湾拿走我觉得这个放出一些讯号。我个人判断，这应该是川普的意志，也就是说，他要处理未来他任内上来的时候，有2大国的关系，他优先要处理。一个就是跟俄罗斯的关系，一个就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跟俄罗斯的关系就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了。那这个一定是俄乌的问题，北约的问题那对川普来讲，这是马上要处理的，因为俄乌的问题没处理好，安全的问题会一直困扰他未来的执政。另外一个，那跟中国的关系，那就是经济问题为重。我个人觉得，以川普那么不喜欢这些军事联盟的情形下，那在安全这个部分，他不会觉得有必要跟中国大陆在斗。所以我个人认为，中美之间在安全领域中要再斗下去，像拜登这4年斗得这么的凶，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了。然后你说北约要再进入亚洲，在未来会成为一个主要的推动力，我也觉得这个玩不下去了。QUAD 我个人认为也都玩不下去。AUKUS 也好，也到最后也只在于美国继续把这个潜舰卖给这个澳大利亚这么一个简单的关系。QUAD 不会再走下去了。然后北约又回到他自己的大西洋，那么到亚洲来少在这边闹事。我觉得这个情况对川普来讲，他不会再去玩这个东西。所以中美的关系，我觉得未来比较有可能的是可以用交易的方式来去解决。好，来请教玉芳哥。川普基本上就是个商人当然你说在那个《琵琶行》里面，白居易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嘛，我为了利益就轻别离，所以她老公就要浮梁卖茶去了那川普坦白讲，他很多的这种看法，他着眼点就在于说，可以美国应该要少出钱，盟邦应该多出钱。所以你看他在的时候，他批评日本、南韩还有这个北约的这些伙伴，说你们的国防经费的负担太少那这个，然后我们美军在你们那个地方驻守，你们应该分摊更多的经费，就这样。然后他甚至讲日本，那你们干脆去发展核子弹好了。那我们美军，意思说美军就不用驻守在那边，1年4、5万人花那么多钱这样。所以未来他的伙伴们，川普的当选，欧洲的国家，包括日本、南韩，其实他们有相当程度的紧张的，就是你必须在这个军事开经费上面，你要更加的满足美国的需求，
美国的这个要求。至于他跟中国大陆之间，他当然讲很多话，包括说要轰炸北京等等。川普讲话，如果你每一句话你就把它当真的话，我想他没有疯，你会先疯掉。川普讲很多话是恫吓，那很多是吹牛，是 bluff， 是吹牛。那你要去认真看他的行动，大概才比较能够了解他要做什么。他不见得不能跟所谓的对手和解。你记得北韩，金正恩跟川普之间曾经非常的热络，他还用了很多蛮肉麻的词句，而且双方的确也见了面，也谈了事情。后来没有办法，我想这里面也不能完全怪川普。我觉得金正恩他也担心西方的影响对北韩太大的时候，它的内部会发生质的变化。这就为什么南韩的什么我这个很多的戏剧啊，很多歌谣在北韩是不能接受的。你如果在偷偷的买、偷偷的收听、偷偷的看，他是可以把你枪毙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部分大概竞争的因素可能还多于川普。所以川普他的考量点大概就是说，第一个他不要战争，因为战争就要死人，然后美国就要花很多的钱。他一直攻击共和党、攻击拜登他们，就说你看战争都是你们搞的，战争都不是我们搞的。如果我还在当总统的话，绝对不会有这个乌克兰战争。所以我认为川普的最后的做法还是要看他的行动啦。他说了很多的话，我觉得不需要太当真。他就是一个很会推销自己，然后很会 bluff， 很会这种夸张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那实质上他在做一些事情判断的时候，我认为他一定会很冷静。他不冷静也不行，因为他有很多周围的也会告诉他冷静。你看他这次的表现，挨了一枪以后，他的表现是非常冷静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他的本质还是冷静，还是有很多的算计的，不会是糊糊涂涂、莽莽撞撞对中国大陆发动战争，然后要派军队去参加乌克兰战争。没有，最需要担心的是欧洲国家跟乌克兰，因为川普上来以后，真的有可能就跟拜登两个人谈一谈，就把战争给结束。到时候看你乌克兰怎么办。好，我们来问一下翁丕。事实上川普跟拜登这两位未来就如果执政的话，在对中国的政策或者是全球都会出现蛮大的差别的。因为我们刚刚都听到了两位老师都在分享说，川普是一个商人重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川普是非常清楚的，就说美国利益优先。所以当川普枪击之后，你会发现美国股市的反应，感觉起来一般的美国的企业会觉得，也许美国的这个整个财经状况会上升，所以股价上涨。那川普的重利呢，某种程度也必须思考的是，川普跟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的差别，两者都认为要跟中国大陆来进行交谈或者是交流，可是目标是不同的。川普的交谈是为了要做交易，但是民主党的交谈是为了要交锋，所以这两者确实是有差距。这也确实像克鲁曼所说的，这个拜登可能是更加玩真的，但是这个部分可能要有点保留，因为拜登玩真的，他有没有效的玩真的？因为拜登所主导的是所谓的多国的盟友一起来合作，可是在非常现实的国际政治里面，多国的盟友各自都各怀鬼胎，或者是各自都有自己的利益盘算。就算美国所谓的美日韩三国同盟，或者刚刚赖老师有讲到AUKUS等等，都讲的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可是你会发现一转头，日本韩国也跟中国开高峰会，澳洲纽西兰也跟中国说我们其实要继续贸易。这就是拜登的他的外交政策。面对中国，虽然支持拜登的人会说，哎呀，这个拜登对中国是玩真的，可是效果是有限的。甚至我们说中国大陆就是北京当局面对拜登，他确实受到了一些制约，可是慢慢的过去这4年也找到了跟拜登打交道，甚至是突破的机会。相对来说，川普如果当选，对于北京可能比较麻烦。为什么说麻烦呢？前面这4年川普执政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当时还川普为了中西部签了一个高达2年5000亿的农产品的协议，中方当时是答应了。当时中方的态度，因为也在试探川普到底
底是玩真的玩假的，所以当时中方是答应咯，可是后来没买到。接下来川普就变脸了，川普觉得那你答应我的美国利益你没有达成，所以我变脸了。所以其实在前面4年学到的，就说要跟川普做交易必须要真的落实。那接下来川普要在下一个任期如果要做交易的时候，北京可能会比较困扰的是，到底要答应多大的一个 deal 才有办法能够达到就说川普的要求。我想对于北京来说，现在要赶快思考的是川普接下来的谈判的内容会是什么，北京要接受哪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马上关注一下哦，中国大陆现在当然全球最瞩目的事情就是三中全会的登场哦。那在三中全会的第一天，《求是》杂志哦也刊登了习近平的文章，就说要坚持自信来革除弊端。这是第14期的《求是》杂志哦，它是提前公布了这样的一个重要文章，就是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强调呢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啊。那这样子全面深化改革是坚定制度的自信，而不是固步自封哦。要不断的革除体制机制的弊端，然后让这个制度成熟而持久哦。文章里面就表示出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哦，从近代之后这个深重苦难呐，那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哦，更没有现成的答案，大家都是这个。等于说逆风前行啊，在这样子目前中美对抗的局势当中，同样也是面临到这样子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呢，苦难当中要朝向光明的前景而行。那外媒当然要趁着这个三中全会的时候啊，赶快要做一些解读，或者是要忙着唱衰。中国大陆2024上半年的 GDP 成长了大概5%，失业率也降到了5.1%，算是不错的数字哦。可是你看《华尔街日报》就要讲说，你这个增速低于预期，这代表说决策者会有压力哦。这个数据表明出来，最近几个月受到西方贸易的紧张局势加剧，还有房地产持续低迷拖累，所以大陆的经济动能减弱，所以就不断的在唱一些负面的调啊。那再来，这个《纽约时报》就讲说，聚焦这个中国大陆的三中全会，习近平能够重新赢得民众跟投资者的信心吗？他说呢，习近平在2013年三中全会上提出详尽的改革计划，从许多方面来看，当时的承诺，经济啊、社会变革啊，到现在都没有完成哦，所以这一次大家没有期待。他就说这样子呢，现在经济学家还有一些人民对于习近平做出重大改革的预期是不断在降低的。外媒要赶快讲这个，但是也有彭博社这样讲，他说三中全会会因着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潜在影响，显得格外的突出。也就是说，世界为什么要这么的关注因为对于全世界来说，三中全会是外界准确认识中国大陆，来理解大陆高品质发展及高水准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就是说，接下来中国大陆的经济或者是准备要做的事情，都是要透过这个三中全会来做一个定调的，来更加了解的。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美国不是在4月份的时候，他们的国会在讲说，我们要来开始制裁这个 DJI 大疆无人机，他们那时候就喊出来啦，就要说像下一个华为一样来开始打大疆。然后事隔几个月呢，4月到现在3个月不到嘛，这个事情悄悄的翻篇了。他们现在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呢，他们日前发布这样的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版的全文，跟上个月众议院通过的版本不一样哦。那发现这个并没有限制大疆无人机在美国销售，原因是什么呢？这大到进不了，因为他们现在整体市场来说，中国大陆现在大疆的无人机，等于说在市场上面很难找到替代品连美国的警察都很喜欢，美国的农民80%也都在用这个大疆无人机那因为这样子在
在市场上面占有一个主导的地位，所以这可能也是参议院没有办法把它列入这个禁令的一个原因哦。那这也是日本媒体这个日经亚洲的一个评论。还不止如此哦，美国很依赖，其实现在全世界对于大疆来说的话，都是大概大疆都是占了这个主导的优势，它的技术是跟其他品牌有拉开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哦。连巴西的农业器材展哦，大疆都卖得非常的好，无人机3天销量突破186亿哦。那美国的农场主人也是排队要赶快去买这些大疆无人机。那还有泰国的榴莲园哦，也测试说一次这个喷药哦，可以消灭害虫98%。所以连泰国市场从2018年以来就开始引进了这样大疆的植保无人机，也变成了现在泰国非常受欢迎的农业无人机的产品哦。相较于2020年，到了2021年的时候，其实这个销量就是227%这样子的成长，更不要说到现在哦，增加更多。那连中国大陆的老农夫哦，都是靠着这个大疆无人机来进行一些施肥啊、撒药啊，已经用得非常的熟练了。所以在农业也好，在一些探勘也好哦，这个大疆无人机普及率非常高。那美国说要进大疆，真的是拿石头绊自己的脚啊！我们先来问一下赖老师怎么看？大陆这次很重视他们的三中全会，因为其实三中全会大陆都很重视。那最主要的是因为三中全会要制定他们重要的一个经济政策。那这一次为什么特别重要？他规划了到2035年的目标已经出来了。那所以他在三中全会之前先开了一个2院的院士会议，就是中国的科学院跟工程科学院的2院的院士会议，他们就定出在6大领域里面，他们要在2035年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科技强国。那他们要用的就是他们的制度上的优势，还有就是集中的这个优势，也就是说14亿人口这么多的人才，然后怎么样能够把他们集中一起，然后来去攻关，而且他们的国内的市场都够大，够支撑他们的这些研究的经费跟市场规模，所以他们要在11年内要达成这些被欧美的国家这个卡住脖子的那些技术全部都要突破，他们定出这样一个目标。另外，也就是所有的科学领域，他们全部因为目前来讲已经把6大科学领域都已经定出来了，他们要全面都要完成。那目的在哪里？为2049年，就是25年以后，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双百，他们要成为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那就已经不再是科技强国，而且要富到不行。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目标就是在2049年的时候，可能要让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总和加起来，也不过就是一个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目标是远大的，是巨大的所以对习近平来讲的话，最重要就是说有没有自信的问题。因为刚刚讲的，不再被卡脖子，不在任何技术不再依赖任何外国，但是却不是把自己的门关起来，而是把自己的门打开，欢迎世界各国加入，但是由中国主导，就好像他的登月一样，中国主导，但是法国加入，意大利加入，欧盟加入，巴基斯坦加入，但是中国主导，他走的是门打开，中国主导的这条路，这是跟以往不一样的。可是你会看到欧美的媒体，他们基本上在搞认知作战，就是想方设法给你唱衰，就是让你的大部分的中国人不要有自信，一个是要有自信，一个是不要有自信。所以目前来讲，欧美的认知作战就是要想办法告诉你中国，你不行了，你们不行了。即使你的经济成长率5%，而我就1%，甚至是负成长，你还是不行。这厉害吧？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宇芳哥。大陆经济的确是有受伤，而且受伤其实是不轻的。你去看那个房市的那种持续的低迷就不难了解了。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怎么样改善对外关系是很重要的。你说你有大疆，你有华为，这些都很重要，可这只是你的经济力量的一部分而已，或是外销的能力的一部分而已。那你有更多，譬如他在半导体业、在高科技上面这样打压你，买不到精密的产品，买不到他的设备，软体也限制，人才也限制。这个持续下去，他就结合了美国、这个日本、韩国这样做，他长期做下去，
这个冲击会非常大。所以中国大陆大概心里也知道，他们就是最终还是要跟美国去改善这个关系。那这个就是要看美国最后愿意接受什么样的条件了。我觉得川普的好处大概是说，回过来讲，川普就是说他比较没有意识形态上面的僵硬了，他本人比较没有这种僵硬的。像美国现在对中国大陆很多的攻击，就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新疆的问题，就从这上面做很多的批判。这样，那川普比较不会用这类字眼去强调什么新疆的问题啦，这个还有这个人权的问题，他个人很少讲这个。所以最后就是看你这个川普政府出来说，你摊开来的内阁的名单是什么，尤其那个经济事务的那个名单，那个你的重要的幕僚，他们的名单是什么？因为一个人的这个毕竟抵不上这么多嘴巴。如果你还是像这个以前的这个几个经济顾问都非常保守的这个经济顾问，然后你的国家安全顾问像John Bolton 也是很僵硬、很保守的人，那要跟美国改善关系就很难。所以他的经济问题有些自己可以解决，有些美国这些国家不松绑，你的压力是持续而且是很大的。好，来请教翁P。是，其实确实就说美中之间的关系我们其实在长期来观察，事实上谁执政是差别很大的。那目前中国大陆的发展的状况呢，我们看到外国媒体分享，就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表现不太理想。确实，刚刚玉芳老师也讲到了，受到了一些冲击。可是如果我们持平来说，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在面对所谓的经济相对的限缩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有这样的发展？我们不是要说什么好话，而是把它摊开来看看中国大陆现在新的报告是 4.7% 的 GDP 的经济成长，虽然是比预期来的低，可是 4.7% 仍然是不错的数字。看看台湾的预期是3点多，看看美国的预期是2.2%，再看看欧盟国家预期2024年是1%。高于中国大陆的有印度从本来预期的7.8%上调到8.2%，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中国大陆受到了制约，所以转移到了印度。东南亚也是上升的，那当然也是因为转移的效果。所以我们在看所谓的中国的经济的成长的时候，当然我们必须说，中国现在遇到了所谓的中美的竞争，所以它的经济成长受到了限缩。因此，三中全会这么受到的关注，就是中国要打出什么样的政策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经济的限缩。如果说中国可以同样的在这样的限缩之下找到它的出口，恐怕接下来美国才会是更大的挑战那其实美国呢，我们也说，包括我自己的研究，中美之间对于对方的认知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落差，也就是美国到目前为止仍然觉得，如果强调的所谓的制约就有办法完全的来限缩中国，其实有一点点低估了中国在基础建设以及中国现在包括了科技能力上面它现在的发展。所以美方这边必须要去思考的是，现在的中国跟20年前、1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国都不一样，而中方呢也必须要去正视一个问题，就是你还是得跟现在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来打交道，不管是虚以威仪也好，还是真的要硬碰硬也罢，事实上中美双方在全球的经贸的这个场合里面，它短期之内无法脱钩，这个竞争继续往前面走。如果真的脱钩，对于全球，包括台湾在内，对于全球经济都不是好事。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德州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美选是不是情势已定当然，现在全球都在聚焦这个共和党的全代会也是拉高了最高层级来进行维安。那当然少不了川普这个握拳的动作再度现身他这一次还是右耳包着大纱布来登上了共和党舞台。那这几个讯号都是让大家提醒，不要忘记他那一天的英雄表现那的确呢，支持者也非常的激动可能把这个整个情绪全部都已经拉高起来。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群众的画面他们高喊 USA USA， 我们来看看。
Please welcom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 Trump. If tomorrow all the things were gone, I'd work for all my life, and I had to start again, just my children and my wife. 哇，这个情绪真的是拉到了最高哦！我们看这个现场，包含了还有音乐声，以及这个川普英雄般的入场哦，用这种缓慢的速度，然后再配上他这个红色的领带，象征着他的这个胜利的手势，而且他的右耳也是包着纱布入场哦，所以这个他现身的途中哦，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画面上面，沿途接受了支持者的欢呼，那我们看了这个气氛都有点要起鸡皮疙瘩，就是他很会营造这样的一个巨星降临般的一个场面哦，所以我们看到他去到了这个威斯康星州的密尔瓦基出席这个共和党的全代会，那他在私人飞机上面甚至接受纽约邮报的专访时哦，就讲说我其实应该不是出现在这里，应该已经死了。他真的是很懂得说这个怎么样来抓人眼球，知道说现在大家最在意他的点就是说他其实跟死神擦身而过，而且现在共和党也在行诉，他是上帝这个天选之人这样的一个氛围，他真的是从这个鬼门关前这样子走了一遭哦。那当然现在要转换为他的这个支持度哦。我们先来看看，大家都在还原说，的确，川普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危急情况下，展现出来就一般人可能很难展现出的这种淡定哦，因为他过去也是这个军校背景出来的，是不是？对于遇到这种危难情况的时候，更能够临危不乱，所以才让他这一举声势哦，不论是不是原本他的支持者，很多人都因着他这样的一个英雄形象，开始好像觉得说，对他的好感度大增哦。那我们来看看川普回忆他这个中弹的状况哦。他说：“我知道全世界都在看，所以我们就来还原那个关键的那个时间点。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 If you want to really see something that said, take a look at what happened. Shooters down. Are we good? Let's move. We're clear. Come on. Let me get my shoes. I got you, sir. I got you, sir. Let me get my shoes. Hold that in your head. 好，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其实他在这个演讲的时候呢，就突然传出了这个枪响，那他即刻反应出来，就是蹲下来，然后特警就是立刻上来护驾，这样短短的56秒时间，他立刻做了一个判断，他说知道全世界都在看，所以马上站起来之后，比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握拳手势，而且就讲说让我穿鞋子。对着这个群众，他这个非常关键的两个动作，一个就是他说要穿上鞋子走，那第二个动作就是对着群众要安抚所有人的情绪，喊说 fight fight fight。所以他说，当他意识到中弹的时候，看向群众那个瞬间那一刻来自群众的力量，他们就站在那边，很难形容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知道历史都在看，我知道这个全世界都在看，历史上面会有所评判，所以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展现哦。那不过今天也有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说他其实鞋子并没有真的穿上，但是他在那一个当下还是决定说，我要先找鞋子，然后来离开。他是一个展现出从容。那鞋子留下来也被人家后来解读说，我就算就是这个鞋子留在现场，也展现出来一种就是，我人还在那边，我也没有离开。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这个媒体上面就对他每一个动作开始做一些衍生的一些解读意义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危机，他其实处理得非常的好。那再来，川普呢，在后续的就出席这个全代会的时候，有人讲说川普很懂得在这个时间点来扭转他过去的一些形象，因为过去他其实讲到了什么检察官啊，讲到了一些公务人员都是口无遮拦的，但是他却选择在他身世现在处理的最好的这个情况下，他没有去责怪 FBI 他说他感谢特勤局，而且感谢所有的执法人员，让人家感觉说这个川普进退得宜，好像展
展现出一个领袖该有的高度，所以他在这几波这个危机应对或者是后续处理上面，每一个都是有加到分数，让他一举声势。现在拉的这个打的民主党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还手才好。那我们另外看看现在全球当然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竟然呢，辛普森家庭又神预言了这件事情吗？原定在14号在英国的第4频道要播出的这个辛普森家庭的最新一集有这么巧合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样子一个造势活动，但是呢，旁边的高楼顶楼上面竟然出现了一个狙击手那他们就赶紧停播，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要衍生出任何后续的其他这个枝微末节的一些衍生问题所以赶快停播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他昨天川普当然大家聚焦一件事情，就是他宣布了他的副手，正在气势高昂之际又宣布了一个副手，而且这个副手本身也是一个等于说学历也好背景也好都是非常替他加分的一个角色，又是一个年轻的这个成功者因为他39岁，现在才39岁，但是他过去的一个著名的著作《绝望者之歌》讲述一个白人，可能是在过去比较低阶层的家庭里面，怎么样这个逆转胜的这种状况。那我们看看他这样成为了副手之后，他补足了年轻这个区块，而且他自己也是海军陆战队服役了4年军事的背景，再加上他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也是高学历他过去曾经是反川普，但是后来变成了支持川普他说他不是顿悟，而是他逐渐意识到他对于川普的反对是因为风格而不是实质，所以他变成转而支持了川普。那当然现在最支持川普的人就是这个 Tesla 的马斯克他甚至在 X 上面发文说胜利之声已经响起了。那你看看这个拜登立刻跑出来又呛人了，他才停了一天说现在这个要团结的时刻，马上又忍不住跳出来在批评他的这个副手说根本就是川普的复制人。不过川普真的是很会运用说现在大家喜欢他这样的一个强人形象英雄形象，他们的团队在48个小时之内立刻就用这一张照片经典照这个 po 上了网站，然后可能做成一些相关周边商品吸引大家来捐款，展现出商人的本色。当然强化这个印象也是要对比这个瞌睡桥的这个印象可能可以展现出来拉开更大的差距。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文件门，就是让这个川普可能又更松一口气，因为呢现在财讨死结，马上又获得了重大胜利文件门现在起诉也遭到了驳回。那反观拜登，他好像变成要去蹭川普了。他现在讲的一些话就是说我才比川普大3岁我没有很老你看川普这样反应，我也才跟他差没多少他说他会参选到底然后再来他就说我也很担心川普我还跟吉儿为他祷告呢，甚至呢现在也不得不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就说我前几天讲说要把川普放在靶心，这个说法是个错误的，也得要出来认错了。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给我看一下，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翁P。是我们其实看到了我们政治传播学的一个范本级的教材事实上，川普在遭受到攻击之后，他在手势上，他在言论上，他在他的表现，甚至刚刚翟轩你分享的，他在预习之前可能还是比较强势的再去做对手的批判，可是预习之后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他自己已经站在顺风的一方，整个气势是领先的，马上就开始扭转，马上就展现他的高度，强调的是现在美国要团结。所以我们说在政治传播学上这是一个范例级的教材。那也不得不说不管你喜欢川普还是不喜欢川普，他的表现确实有一点点异于常人，因为在中弹之后马上有这种沉着冷静，也许刚刚你提到的他的军校的教育是有一点关系的。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川普其实今天最大的新闻是川普选了副手，这个副手又再一次的可以说是痛击了拜登的痛点，也就是年纪。因为川普强调的是我的副手选39岁的JD Vance，这个 JD Vance 在美国事实上他有一定的声望，尤其是在所谓的 MEGA 或者是共和党的传统的支持者当中有非常强的凝聚力。为什么？因为他呈现第一个是他年轻，第二个是他是来自于非常平凡的可以说是底层的家庭。他的书就是告诉你说，我们来自于底层社会的白人，或者以前曾经有人说这种 redneck 的
class 的白人呢，他是可以翻身的。最后到了耶鲁法学院，加入了军队，到了耶鲁法学院，这是个完美的范例，就是力争上游的范例。川普选的这个人告诉他说，我们交棒给的人跟你拜登选的交棒者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尤其是代表的是所谓的美国的白人的族群哦。当然，这样的操作，它某种程度反映出来美国的白人的焦虑感，或者是说整个共和党必须要集结。可是以现在整体的气氛，我们必须说，拜登现在是处于一个极为劣势的一个状况，整个氛围让拜登呢，要去做批判，好像人家觉得不够厚道。可是不批判，电视上面天天看到的都是关于川普的。你刚刚看到的这种新闻，就算不是支持川普的媒体，他报道的新闻也是帮川普加分。毕竟受伤啦、手势啦、现场的气氛，所以拜登也不得不。现在就开始进行一些批判，但是反映出来的就是现在整体的美国的大选呢，确实短期之内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好像大选结局已定。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毕竟现在是7月份，距离最后的选举大概还有3个月的时间来做一些努力了。拜登自己也是现任的总统，所以这个努力的过程，他可能可以丢出一些政策牛肉啦，或者是操作一些议题。不是完全的没有机会，只是现在的气氛看起来，拜登是居于下风，这是肯定的。那当然，后续会不会扭转，我们还有待观察。好，我们来请教赖老师。川普在面临个人生死的考验的时候啊，他的整个处理堪称完美了。哦，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因为你想想看，当我们受到这么枪击。情况不明，枪手到底是1个人还是2个人，还是系统性的，没有人知道。那这么短的时间内，他要做这么多的反应，然后还要很从容的去关注到他自己的鞋子，因为他不想变成一个狼狈逃走或者被撤离，或者被拖着走的这样的一种电影画面。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的电影在描写总统被美国电影。在描写他们的总统遭受到暗杀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是特勤人员这样抱着这样子，连本带路的这样拖着走，很狼狈的样子。可是川普在整个电视的实境，这是实境秀他的画面中是完全没有电影制造的那样的狼狈的一个画面，没有，反而是从容，一步一步来，然后还要在鼓舞民众的士气，然后你看民众的士气就被他3个字。战斗，战斗，战斗，然后整个都站起来了，然后他们把这种爱国心或者把他们的气势都拉起来，这不容易，真的是完美。接着他马上做的一件事就是各地方都开始一定会有很多的检讨、批评特勤单位 FBI 的问题，他反而帮他们讲话。那显得他本身并没有去追究他们。那你在想，他也知道很多人对于他也好，或者对于拜登也好，都是很厌恶的，厌恶感是很强的。可是你看他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马上要想办法降低那么厌恶他的人的仇恨值。所以他要拉高大家对他的好感。对，所以很明显的，当他具备有很多的优势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在提名副手，虽然早就定案了，但是他已经更强而有力了。因为过去共和党的很多的大佬强烈的建议，要不就是这个提名少数民族就是其他的有色人种，他拒绝了。有人提名他应该找女性海莉啊，他也拒绝了。而他选择的是一个底层，而且是家庭破碎，而且妈妈本身还是一个吸毒者，家里环境非常恶劣，最底层的那个白人，然后他奋斗的成功的这个人的案例。这个范斯来担任他的副手，他显得他更有自信，因为这个范斯的本身的支持者跟他是几乎是重叠的，所以不会帮他争取更多的有色人种的票，也不会帮他争取更多的妇女的票，因为他们2个太重叠了。可是川普还是决定他，然后在今天的共和党把他拉出来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就是川普展现出来的是我目前占有很大的优势。这个对于整个共和党的士气来讲是非常的好的帮助，尤其是刚好就在共和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的选举的这个4天的议程，我觉得他真的是把他的整个选举玩到最高点了。好，请教玉芳哥。
这次的选举真的是高潮迭起了。这个几个月前，你看川普整个是陷进在这个好多件的这个官司里面，所以你看到他的都在法庭里面或是法庭外面。那大家就想说，光是这官司就把你困住了，你还选什么呢？哦，可是接着就是这个 CNN 办的那场总统辩论。这个拜登让大家非常的失望，怎么会表现得这么差呢？所以大家真的怀疑他是不是生病了这样。但是呢，即使这个辩论的时候，这个拜登受到重创，可是过了几天，慢慢大家冷静下来的时候，去做的民调，你去看，他们俩还是非常接近。川普赢大概就赢个2个百分点到3个百分点。在有些的所谓的这个 battleground， 在那个大家这个相持不下的那些州，事实上拜登的那个支持度还以略微上升，可是接着就出现了这个枪击。这枪击怎么这样讲啊？就是说政治这充满着不可预测的这种因素了。这里面最重要大概就是神手扮演的角色。你想想看，那个他的耳朵这个地方，大概这个上耳垂这个地方，这不叫耳垂了我说不知道应该怎么讲，耳壳显然是有穿过去的。因为我看到英文用的那是 pierce， 那就穿越了，穿透过了。你想想，他只要再差个2公分就进脑袋了，那川普就真的不见了。所以对他来讲，这真是个很凶险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讲危机了就是危险加机会。他出现了危险，可是呢，他马上把这个危险变成一个机会你看，像一般人来讲呢，你怎么还会想到这个时候要去 fight？ 因为美国很吃这一套，美国人是非常崇拜英雄的，所以川普就是表现出他就是这个硬汉嘛，他是绝对不会低头、不会妥协的嘛，所以他这个表现对他来讲是马上就让他加分，而且加了很多的分。可是他的那个小组策略小组，他们也是很厉害，马上就调整这个本来这个全国代表大会里面共和党呢，相信这里面很多是要攻击现任者，就是拜登的政绩他个人因为他的身体等等，马上全部拿掉，就不再批判了。他现在讲的反正是要团结，就是要团结这样子。所以他厉害，显然他的那个团队也是这个很灵活。他挑了这个人其实很多人是猜不到他为什么非挑一个这个 Vance 出来，因为前面那个叫 Pence 嘛，这个叫 Vance， 蛮有意思的都是 S 做结尾的。可他就挑他，我想这个也是证明川普跟他的团队还是厉害，因为这个人40岁，刚好40岁，所以你挑他，第一个年轻人票就进来了。第二个，他们2位也讲过，他小时候真的很可怜，他的妈妈连改嫁3次，是第3个丈夫才是就等于是收留了他这样子，adopt 他嘛，就变成他继父这样子。那他呢，就是家里真的很穷，妈妈又不断的这个吸毒戒毒，所以你就可以做那种在那种环境长大。幸好他的外祖父外祖母其实帮了他很多的忙了，所以他后来他去念了军校，去当了军人，而且是陆战队，是美国人很敬佩的兵种，而且还派到伊拉克去，这么危险的一个地方去，所以呢，他这个变成他的副手也是有英雄这样的色彩，然后念了耶鲁，还不要紧，是耶鲁法学期刊的编辑，这是很不容易。克林顿当过类似的这个角色，不是克林顿。这个奥巴马在念大学的时候，所以他挑这个人，我就认为他是挑得很不错。当然，严格讲，从今天算起啦，你投票那天还差多少？3个月又19天，用美国时间来算的话，刚好3个月又19天。上帝创造这个地球只用了6天而已，第7天他就休息了。所以你想看，现在还有3个月又19天，只要一件事情发生，很可能又要重新再洗牌一次。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还要看的，但是目前只是说到目前，显然川普是反败为胜，但是他的气势可不可以维持这么久？因为他也实在有很多的缺点，这我们就不知道。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